前往出使宇宙参悟的100年内，若有突发情况，我无法及时赶回。各大势力会顾及我虚拟宇宙公司核心成员的身份，不会轻易染指地球。但虫族母巢可不管这些，万一他被唤醒，不是还有我吗？我就在地球留守，替你们看着虫族母巢。不错，老三，眼下你需要专注修炼，不用把什么事都揽在身上。 不过，100年足以让普通人走完一生。虽然你与地球上的亲友还能通过虚拟网络见面，但在严格意义上，你们可能再无相见之日。没想到，从我们领证结婚到现在，一转眼都过了10年了。100年，要是也这么快就好了。总有一天，我会找到消除虫族母巢威胁的办法，然后回来。 苍博前辈，作为虚拟宇宙公司前屋分部的负责人，此段路途由我引你前往。到达总部需航行3年，在此期间，你可闲置虚拟空间修炼。虚拟空间的雨象山区域。 不仅集结了天才战选拔出的1000名恒星级成员，宇宙级、地主级乃至界主级的前辈也都在此修炼较量。虽然我的金角巨兽本体已达宇宙级，但每个层级的跨越，都意味着生命层次的跃迁。我与界主之间仍有着很深的鸿沟，更不用提像呼延博老师这样的不朽强者了。 好在作为核心成员，我们的待遇相当丰厚。只要突破层级，公司就会提供资源，强化身体直达同级9阶。内部积分还能购买外界千金难求的宝物。不过，我们的培养方案陨落率极高，每届天才战入选者，1000万年后能活着成为不朽的不足10个。强者之路道阻且长，我深感压力。 决意在这3年潜心修炼。3年苦修，我确有进步，但越是深入，就越感到宇宙本源的深不可测，以及宇宙运转的玄奥繁杂。这令我越发渴望开启新的征程。 前方就是虚拟宇宙公司总部了。周围的那些天体都是非常可怕的科技武器。总部的科技
竟能在宇宙中铸造如此庞大的陆地。出发，开启宇宙通道。好难受。看不见了。初始宇宙和元宇宙的时间流速不同，通道内的时间流速错乱，你们难受是正常的。到初始宇宙了。星球有寿命，宇宙同样有寿命。初始宇宙是独立于我们所处宇宙之外的新宇宙，其外部密度与时空曲率都趋于无限大。由于初始时期，宇宙正不断完善自身，本源运转法则就会外显，领悟起来要容易得多。因此，参悟名额也就无比珍贵。那丝线上漂浮的密文，竟是宇宙运转法则。混沌城是此处唯一的城池，也是初始宇宙演化的起点，历史比大多数宇宙国还要悠久。混沌城有3宝，第1宝是可见的宇宙运转法则，第2宝就在城主府中，我会领你们前往。至于这第3宝，则在混沌城城外，实力不达者勿擅自探索。浑身好似被一股温润的能量包裹。这是此地特有的混沌气，具有蕴养万物的力量。这便是混沌城城主府。混沌城的城主，该是多么强大的不朽存在！这些就是新来混沌城的那批小家伙吗？
沌碑留有52位超级存在顿悟时的刻画图案，代表了52种通往巅峰的大道。悟透一尊混沌碑，即可成为宇宙中真正的强者，开辟宇宙国亦是轻而易举。此行每人皆有1次参悟机会，时间为7天，只能选择1尊参悟。现在，做出你们的选择吧。就是他，九羽混沌碑。继续钻研空间本源大道，才是最适合我的强者之路。你们选的什么？巨斧混沌碑。好巧，我也是。据说这是巨斧斗武场创始人留下的。这股惊人的压制力，这是2名不朽之间的交锋。这就是不朽存在吗？力量爆发，甚至能撕裂空间。混沌城禁止私斗，擅自动手的一切后果，都是他们咎由自取。城主出手了。瞬间强行中断宇宙运转，混沌城主就像是这宇宙的主宰，甚至都没有现身，只是一个意念，2名不朽就被化为飞灰。我跟随主人6000多万年，见过的最强者是宇宙尊者，他们纵横宇宙亿万年，个个实力不凡。但现在看来，这位混沌城主才是最巅峰的存在。我们都自认是绝世天才，而浩瀚时间长河中，却难有几个混沌城主这般的存在。这种渺小感，让我有了小时候抬头看天的感觉。但当年的我也未曾想到自己能走到这里。努力修炼，或许有一日，我能离这般强者更近一些。每座混沌碑的存在时间都已超过100万纪元，它们都是虚拟宇宙公司乃至人类族群的至宝，请各位珍惜这次参悟机会。100万纪元是相当于地球时间的100亿年。地球也不过46亿年历史，混沌碑立碑出世，地球甚至都还没有诞生。这等古老存在，会记载着什么样的奥秘？
便是混沌碑密室所在。每座混沌碑的存在时间都已超过100万纪元，它们都是虚拟宇宙公司，乃是人类族群的至宝。请各位珍惜这次参悟机会。这等古老存在，会记载着什么样的奥秘？这就是九羽混沌碑。通往巅峰的大道，真的蕴藏在这些图画中。雨滴、星辰、怪兽。越是往后，就越发抽象深奥。我的另2个分身对本源法则的感知更敏锐，不如借助他们来一探究竟。即便有3个身体共同观察，也只能隐隐感到前6幅图中蕴含法则气息。对于后3幅图，仍毫无头绪。那么，就先专注于看似最简明的第1幅图。脑中竟自动浮现出战斗画面，且招式中蕴含着更多对空间本源法则的运用。可惜，只是浮光掠影般的呈现。要怎么做，我才能像画面中一样，将本源法则融入到招式中？时间已经到了。若想再次参悟混沌碑，可进入虚拟宇宙网络，闯通天桥。苍伯前辈，您怎么来了？我的主意是一直在此坚守通天桥，你之前所见都是我的幻身。从严格意义上说，这是我们第1次见面。这便是你要闯的九羽通天桥。通天桥总共52座，对应52尊混沌碑，每闯过1层，便可多1次参悟机会。但迄今为止，仅有博兰连闯2层，其余人均未闯过第1层。经过3年苦修，如今我已突破至宇宙级1阶。虽然未必如博兰那般，但第1层我势必要拿下。请选择你的对手：武者、精神念石掌控者或精神念石幻术师。闯过通天桥是参悟混沌碑的前置条件，再加上2者之间有对应关系，那么我的对手是否会对混沌碑有较深领悟？如果要从对方身上汲取经验，那最适合的对手无疑是我选掌控者。罗峰，不可大意。竟与我完全相同。他对衍生兵的操控到了哪种程度？
您竟然亲自来了。这一届的成绩如何？仅有博兰连闯2层并通过，绝大多数已淘汰，有2人还在测试中，而其中1人和您同属九羽流派。哦。他3兵，我6兵，为什么我却不占优势？变神兵第3重，天剑式。飞逝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，竟然被他还原了出来。能将本源法则融入招式，他显然对混沌杯有着更深理解。虽然多少给予了我一些启发，但我没想到自己会轻易落败。小问题，历届首次闯通天桥的失败率高达99.91%，你们这届也只有博兰通过了。罗峰，啊，你听说了吗？荣军刚刚闯过通天桥第1层了。看来他又变强了。我刚打听到，荣军要被元辰宇宙国的国主收为弟子了。啊，真的？宇宙国主可是统领宇宙国的超级存在，个个都有宇宙尊者的实力啊！而元辰宇宙国国主又是其中资历最深的，荣军能被看中，一定是藏有某种潜质。他不愧是前5宇宙国出身的天才里最具潜力的。而某些来自落后星球的劣等人种，自然不能相提并论。无需跟他置气。哼。罗峰，我跟荣军约好了在这小聚，正好，我们一起向他取经。荣军，好。荣军，恭喜啊！真厉害，改天教我几招。对方就是这么出招的，而我却始终做不到。看来一味魔法无法进一步提升，在不能参悟混沌杯的情况下，我必须想出闯过第1层的方法。罗峰，你对衍神兵的使用太过僵化，你处于研究9羽混沌杯的起始阶段，建议购买秘法朴穴，打好基础。
匿名邮件，会是谁发的？对方拥有查看通天桥战况的权限，等级至少是不小，实力顶尖的可能还拥有封侯甚至封王的头衔。听说九剑尊者已离开混沌城，并派遣手下弟子龙玉王代为考察新人，所以发送者是他。但那么多人闯通天桥，他为何会注意到我？还有一种可能，混沌城会根据每人选择的不同混沌杯而分成不同流派，高手则会挑选同流派的新人收为弟子，所以应该是九羽流派的强者在考察你。九羽流派的强者会是哪位？对你而言，对方最好是九羽流派的元老、黑雾王或真眼王，拜在他们门下对你大有裨益。飘炫秘法的创立者炼落，据说也是在他们的指导下成长起来的。那给我发邮件的也可能是这位炼落前辈。炼落以天才战宇宙总排名第1的成绩进入公司，不足10万年便突破不朽。可惜，没多久他便意外陨落。那是混沌城1亿年前的往事了。邮件不可能是他发的，但内部飘血显然是这个曾经的天才毕生结晶，一定对你有帮助。那要如何获得飘血？简单，利用公司积分兑换即可，而且只要800积分，很划算呢。切，你忘了吗？我先前为了给魔杀族分身买装备和秘法，积分已经……1分不剩，谁让你换那么快？不是你怂恿的吗？本来还帮你想了一个替代方案，既然你怪我乱出主意，我就不告诉你。巴巴塔，巴巴塔，求求你了！不逗你了。在此修炼的天才，在有所感悟时，大多会在住所周围刻录文字。而飘雪的创造者炼落也曾在此修炼，说不定城内就有他的刻录。果然有炼落的刻录文字。我炼落历经3000年，终于悟透九羽混沌杯的第1至第3幅图，并创出飘血秘法。第4至第6幅图的修炼方法，我亦有把握。将来，我必成不朽中的最强者。年少成才，如此自信，倒能理解。问题在于缺少修炼相关的信息。他留下刻录，真的只为炫耀？不，能用3000年时间领悟3幅图，足以看出他并非耐不住性子的人。巴巴塔，能不能根据笔记搜到炼落的其他刻录文字？我扫描了好几遍，找到的刻录笔记像素度最高也只有72%左右。